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舍卫城的祇树林己孤独园。有一天，佛陀对出家弟子们说：弟子们，如来今天再来为你们讲说因缘法，你们要认真的听，你们要仔细的思考。出家弟子们回答：世尊，我们会认真的听您说法的，我们会仔细的思考的。弟子们，什么是因缘法呢？弟子们，以无明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行，以行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识，以识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名色，以名色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六处，以六处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处，以处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受，以受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爱，以爱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取，以取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有，以有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生，以生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忧愁、悲伤、苦闷、忧虑、绝望、衰老、死亡。弟子们，这就是世间人痛苦和烦恼聚集的过程。然而，弟子们，什么是无明呢？就是不明白苦集灭道四圣谛叫做无明。什么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呢？就是出生在世间的众生是很痛苦的，痛苦的根源是贪爱，只有先灭除了贪爱，才能灭除痛苦，而灭除痛苦的方法就是修习八正道。弟子们，不明白苦集灭道四圣谛就叫做无明。什么是行呢？所谓行，就是三种行为：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念想。弟子们有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造作和产生就是行。什么是识呢？就是对外界事物事情以及精神思想的认识、分别、判断。比如眼睛认识、分别、判断事物；耳朵认识、分别、判断声音；鼻子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气味；舌头认识、分别、判断味道；身体认识、分别、判断触摸的感觉；内心认识、分别、判断思想。弟子们对于外面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的认识、分别、判断就叫做识。什么是名色呢？精神、思想、心理就称为名，物质事物、身体就称为色。精神、思想、心理和物质事物，包括人或众生的身体，就统称为名色。什么是六处呢？就是外界的事物事情、外界的精神思想与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的地方。六处有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，也就是眼睛接触事物的地方，耳朵接触声音的地方，鼻子接触气味的地方，舌头接触味道的地方，身体接触事物的地方，内心接触外界事物、精神思想的地方。要注意，只是接触的地方，还没有接触。也就是说，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是从这些地方被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到的。这些众生身体和内心接触外界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的地方就叫做六处。什么是处呢？就是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被世间众生的身体和内心接触到产生认知，也就是眼睛接触到事物、看见事物；耳朵接触到声音、听到声音；鼻子接触到气味、闻到气味；舌头接触到食物、尝到味道；身体触摸到事物，产生触觉；内心接触到精神思想，开始思虑。这些就叫做处。什么是受？就是世间的众生接触外界的事物事情、精神思想后产生的感受。眼睛看见事物后产生的感受，耳朵听到声音后产生的感受，鼻子闻到气味后产生的感受，舌头尝到味道后产生的感受，身体触摸到事物后产生的感受，内心接触到精神思想后产生的感受。弟子们，这些就称为受。什么是爱？也就是贪爱，就是世间人对物质事物的贪爱，对身体的贪爱，对声音的贪爱，对气味的贪爱，对味道的贪爱，对触摸感觉的贪爱，内心对各种精神思想的贪爱。弟子们，这些就被称为爱。什么是取？就是执着、执取，对世间的事物事情产生了贪欲、执着不舍、坚持不放。执着不合乎因果的错误见解，执着与解脱无关的境界与禁忌，执着世间有真实的我存在的论点，为了追求和获得这些贪恋执着的事物和思想，而产生了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念想的实际行为，这个就叫做取。什么是有？就是有了因缘果报的产生，做善事得善报，做恶事得恶报。如果是为了满足欲望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
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欲望方面的因缘果报。如果是对世间的事物事情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物质事物方面的因缘果报。如果是对精神思想方面产生了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实际行为，那么就会有精神思想方面的因缘果报。总之，破坏、损害、伤害事物、众生，那么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或众生，就会同样受到破坏、损害、伤害的果报。弟子们有了因缘果报的产生，就是有。什么是生？就是世间有了不同类别的众生产生，有了众生的出生、投胎、再次出生，以及有了世间事物、身体、感受、思想、行为、认识、分别判断的显现和产生，有了各个容纳众生生存、生活地方的产生。弟子们这些就称为生。什么是老死？就是世间一切的众生都会衰老，比如世间的人衰老的时候会牙齿掉落、头发变白、皮肤产生皱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触觉、内心以及身体中的各个器官会慢慢的退化，寿命也会慢慢的减少，这个就是老。世间一切的众生都会过世、死亡，身体都会腐烂消失。世间一切的众生，他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触觉、内心以及身体中的各个器官全部都会失去作用，全部都会腐烂消失，这些就叫做死。衰老和死亡就统称为老死。弟子们，你们要认真仔细的思考。如来再说一遍因缘法，以无明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行，以行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识，以识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名色，以名色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六处，以六处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处，以处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受，以受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爱，以爱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取，以取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有，以有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生，以生为前提条件就会产生忧愁、悲伤、苦闷、忧虑、绝望、衰老、死亡。弟子们，这就是世间人痛苦和烦恼聚集的过程。弟子们，无明灭除后就不会产生行，行除灭后就不会产生识，识灭除后就不会产生名色，名色除灭后就不会产生六处，六处除灭后就不会产生处，处除灭后就不会产生受，受除灭后就不会产生爱，爱除灭后就不会产生取，取除灭后就不会产生有，有除灭后就不会产生生，生除灭后就不会产生忧愁、悲伤、苦闷、忧虑、绝望、衰老、死亡。弟子们，这就是世间人痛苦和烦恼除灭的过程。弟子们只有按这样的方法去修行，才能从生死轮回的煎熬和痛苦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佛陀说法后，听法的出家弟子们都再次的顶礼佛陀，随喜赞叹佛陀说法的无量功德。他们都按着佛陀所说的法去修行，